欢迎大家来到环华10年。从我们上个月20号进山开始徒步穿越狼塔 C 加 V， 走了整整10天，到29号出山，再到如今开始制作这个总结视频的时候，我们出山都快过去1个月了。10天对于漫长的生命旅途来说，可能并不算什么。但当你用10天去做一件极具挑战性，而且是人生第一次完成这么大难度的事情后，这10天就注定会在你的生命旅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像如今快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狼塔的10天对我而言，仍然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这10天让我们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天山的壮美与它的惊险。那些巍峨的雪山、亘古的冰川、深邃的峡谷、蜿蜒的河流、碧绿的湖泊、烂漫的草甸，都深深地镌刻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逝，我们难免会遗忘记忆中的某些细节。所以我选择用视频的形式记录当下的时刻，以备未来的某一天，通过这些影像回味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徒步狼塔的10天很惊险，也很刺激。我有充足的心理准备面对任何即将发生的困境，可万万没想到，出山后发生的事情才是我无力解决的难题。徒步穿越，我们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即使过程再艰难，每天只能前进一点点，只要不抛弃、不放弃，你总能抵达终点。可生活不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有心无力，甚至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生活中的变故加上这段时间我所开的房车年检也到期了，折腾了3天才弄好，以至于迟迟不能完结狼塔徒步的内容。好在这些问题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是时候结束一段里程，开启新的征途了。或许你们很难相信，我去走狼塔的原因是因为8月份的时候，亳州出现了疫情，当时我们正在它附近的塔城地区，时刻能感受到疫情管控日趋严格。我又不想因为疫情中断新疆之行，于是进山徒步成了一个既能躲避疫情又能不中断新疆之行的最优选择。摊开新疆地图，寻找合适的路线。乌鲁木齐附近的狼塔 C 加 V 线是新疆几大户外路线中时间最长、难度最大，也是最合适的一条。于是就有了我们这趟狼塔之行。我的车上随时放着全套的户外徒步装备，因此这回除了另外购买了一双涉水鞋外，没有再添置任何的装备。我的装备虽然很差，但总体上10天走下来没出过什么大问题，唯一栽跟头的就是食物的问题。我和同行的小伙计的食物是在克拉玛依的超市里购买的。新疆这种地方物资相对来说选择没那么多，更不可能网购，要不是运费贵到离谱，要不就是人家干脆不发新疆，所以只能在当地采购。那段时间我们在塔城听到亳州有疫情，就调转方向往狼塔来了。克拉玛依是沿途比较大的城市了，我们俩在超市里面挑了很久，既要重量轻、体积小、热量高，还只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买，所以很多事情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这才让我这回在食物上栽了跟头。我带的食物比同行的小伙计要多，结果几乎吃到弹尽粮绝，最后仅靠喝汤度日了，以至于第9天翻海拔3700多米的天格尔大阪时，出现了低血糖症状。逐渐有些事情靠莽、靠意志强撑是不行的，方式方法也很重要。即使你的意志再坚定，身体吃不消也是枉然。所以这回我一出山，立马着手购买背负更好的背包、更加轻量化的装备。这些内容大家可以看上一个视频。这就是我们这回穿越狼塔 C 加 V 的 GPS 轨迹，10天总共走了206公里，平均每天20公里。8月20号的早晨6点，我们开始出发，走到下午4点半扎营，走了19.9公里。第一天基本上完成了目标。这一天除了一开始天还没怎么亮就涉水过冰河，中间过了一个稍微有点危险的独木桥外，总体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但我们都很清楚，这只是开胃菜。从我们拍摄的全程视频来看，最惊险刺激的莫过于第3天的过河。有些人很好奇，我们过河时为什么不拉根安全绳？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拉绳子很麻烦，很耗时间。如果你们看了全部的视频内容，就知道整个狼塔穿越的过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峡谷里面来回穿梭，有些时候一天要过10几趟水。每到涨水的季节，路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如果一过水就是拉绳，那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我们的徒步队伍本身就是临时拼凑的，大家都是第一次来走这条线，但来走这条线的人少说也有几年的户外经验。每个人都是很独立、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在面对要过水时，有人的第一反应是看看能不能找个地方绕过去，有人则认为过水比翻山更省力。连这种路线的选择上都无法达成共识，何况是拉绳子这种事儿呢？所以一般较为休闲会带新人走的徒步队伍，都会强调队员得听从领队的安排，不能擅自离队，不能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也不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之类的纪律。而我们这样的队伍，前一天大家还是互不相识，整个徒步的过程大家也是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过程。
在过这个独木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过桥的人。我感觉这个桥虽然有点险，但并没有达到拉安全绳的程度。可我并不清楚这个地方对于后面过来的队友是难还是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件事儿。如果以更加安全的方式来说，拉根保护绳肯定是会更安全一些。但假如4个人的队伍，另外3个人轻轻松松的过去了，而你还站在岸边犹豫不决，面对这种局面，你是硬着头皮过呢，还是像个娘们儿似的站在岸边？不啊，人家要拉根绳嘛。所以组队去徒步，尤其是这种强度的路线，你最好和体能相当的人一起，也最好不要想着去依赖谁。就像我们广西的队友，一路上从没见他掏过手机拍照之类的，直到后面几天他说，我们才知道他的鞋走坏了还磨脚。他每一天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不用手机拍照是留着电，怕万一我们不等他，他自己也可以用手机的离线地图导航出去。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信任别人，而是任何时候都要做好自己独行的准备。作为一个老户外人，我们深知有些情况不能苛责队友，就像在登雪山时，假如你倒下了，同行的队友可能扶都不会扶你一下，他们会一个一个从你身边经过，看着你的生命慢慢逝去，一如往常的继续攻顶。这就是极限运动的残酷，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踏错一步就是生命的代价，但只要活着回来了，你就会感谢上苍，又让你赚了一天。还活着，真好。在去狼塔之前，我就看别人的 GPS 轨迹里有在这条线上的遇难者纪念碑和衣冠冢，我就在脑海里预演着，当我从他们面前经过时，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敬意。我看到还有很多人说我们没什么团队精神，从我前面的表述中，大家也可以看出，我们本来就不是团队，只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只因为在恰好的时间要去相同的地点，目的地一样，所以同行而已。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就像很多人说，徒步第10天的视频结束的有些潦草，连出山吃喝狂欢的内容都没有。那是因为一出山，我们有个队友就离开了，他又想去走另一条徒步路线，我们的路又不相同了，只好互道珍重，祝彼此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这次在狼塔徒步过程中的表现，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一是功课做得不够足，虽然提前看了各种帖子和攻略了，但每回都没耐心看完整，以至于有些地方的情况自己还是不够了解。二是自己准备的食物热量不够，也没能控制住自己的食欲。如果让我给以后想去徒步狼塔的人一些建议，我认为这的确不是一条适合独自穿越的线路。队伍上至少得2个人以上，安全绳一定要带，这样一个人过河，一个人还能在岸边拉绳，即使过河的人被水冲倒了，队友还能把你拉回来。像我们这样毫无保护的过河，人一旦被冲倒就是丧命的风险。另外就是大家不要认为这条线只有过河很危险，其实翻山也是相当危险。这趟让我真正害怕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山。我这个人比较怕高，尤其是在面对边上就是悬崖绝壁时，那种恐惧感会让我手心冒汗，腿脚发软。所以我在走这种地方的时候，眼睛都是紧紧地盯着脚下，不敢往边上多瞟一眼。而这条线有很多地方都是很险很滑的翻山路，同样的，脚下一滑摔下山也是丧命的风险。但因为拍摄的问题，并没能把翻山的危险呈现出来。如果说过河还能拉条安全绳保护，那翻山就是想拉绳都没地方固定了。毕竟我们这是重装徒步穿越，又不是攀岩的路线。另外就是食物，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想着沿途能补给，自己的食物就能少带一点。我们第7天路上遇到那个带狗反穿的哥们儿，他原计划在哑巴家补给食物，结果哑巴家的物资被上一波女友买空了。他最后1天半没吃的，饿着出的山。还是我前面那个理论，不要想着从外部获得帮助，去这种强度的路线一定要计划好，仅靠自己走出山。另外，狼塔微线比 C 线要容易一些，加上我们是先走的 C 线，再到微线，先难后易，后面身体各方面都适应了这种强度的徒步。走到微线后，整体上来说是比较轻松的，所以大家看到后面几天的视频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的。但这就是户外徒步，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朝着一个目标不停地走路，就如同我们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很平淡的。我们不是专业的拍片团队，可以为了节目效果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这回走狼塔的途中，我喝了几次生水，谁也不知道这些水里有没有病毒或者寄生虫卵。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出山后我买了盒阿本达唑吃。也可以说我们真是不要命，敢去走这么危险的线路；也可以说我们真是惜命，喝几口生水还要吃驱虫药。可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不是吗？
我们之所以去冒险，绝对不是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儿，而是想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精彩。我们属于那种不甘在平庸中死去，宁愿在灿烂中灭亡的人。或许很多人觉得我们不够成熟，很庆幸过了而立之年，我们依然没有被生活磨平棱角，变成曾经讨厌的样子。狼塔很美，也很危险，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效仿，否则这就是一条送命之路。它也让我再一次突破了自身的极限，让我有勇气去向更高的山、更远的路。这里是环华10年，我们下个旅程再见。